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理财产品暴雷的事件。那关于理财产品的暴雷呢，之前大家也听说过很多啊，包括安信信托啊、四川信托啊，包括一些资管产品的暴雷。那这一次的产品暴雷呢是比较特殊的啊，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很低啊，只有4.1%，然后风险呢也非常适中，是个 R3的产品。那规模呢大概有40个亿啊，那这样的产品呢居然也发生了暴雷。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他曾说过啊，他说承诺保证本金的金融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啊，超过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可是这一次的产品的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呢，只有4.1%，而且风险呢是 R3啊，非常适中的一个产品，居然呢也发生了暴雷啊，所以呢引起了市场的很大的关注。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具体呢聊一下这个产品的情况啊。接着第二部分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下未来还有哪些产品有可能发生暴雷。我们先来说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本身呢，它是由鹏华基金的子公司鹏华资产作为管理人，然后工商银行呢帮助代销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总规模呢是40个亿啊，一共有呢25只产品。产品的风险等级呢，是 R3啊。大家知道我们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啊，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等级啊。一般的 R1、R2、R3，我们都认为风险是比较适中的。那起投的金额呢是100万啊，也就是一些高净值投资人。那期限呢是6个月啊。那最新的这个一期的发售时间呢是在今年2月份啊，然后到期呢，这25只产品呢全部是应该在今年8月到期的。那在8月14号的时候呢，管理人鹏华资产他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要过30天以后才能完成本金和收益的一个分配。那这些投资人呢，焦急的等待了30天以后，并没有如约的收到本金和收益啊，而是等到了另一份的关于分配的延期公告啊，就是说要40天以后才能再去分配这些财产。好，经历2次分配延期以后啊，投资人在10月份啊也就10月15号，突然收到了产品无法完全兑付的一个噩耗。啊，就是工商银行呢口头向他们通知说他们买的这个理财产品没有办法兑付了。那工商银行并且向他们表示说，这个底层的资产呢，如果你强制变现啊，就只能拿回本金的60%。那这个消息一下子让投资人炸开了锅啊，这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这个事情呢有3个蹊跷啊，第一个蹊跷呢就是关于这个资管产品啊，就是这个25只资管产品，它究竟是投向了哪些标的？就是它的底层资产呢，究竟是什么啊？是债券呢，还是一些非标类资产呢，还是股票基金呢？啊，到底什么样的资产不知道啊？而且不管是管理人鹏华资产，还是代销方的工商银行，对这个都讳莫如深，而且对此均守口如瓶啊，不愿意说。那第二个蹊跷呢，就是不给定期报告啊，互相推脱。啊，你去找工行，工行说定期报告呢，你要找鹏华资产要，然后你去找鹏华资产呢，鹏华资产说这个定期报告啊，我只提供给工商银行啊，互相推脱，你拿不到这个定期报告啊，就是关于季报啊、年度报告啊、这个投后报告啊，因为你拿到这个定期报告以后，你才能去看一下具体这个投向了哪些资产啊，它的这个投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呢拿不到。那第3个蹊跷在哪儿呢？第3个蹊跷是工商银行它主动提了一个紧急兑付方案。那按理说呢，这个产品工商银行只是代销的啊，它不应该去承担这个兑付的一个责任，它只是进行一个代销，是一个代销方赚的是佣金。那这一次工商银行它主动提出了一个紧急兑付方案，就是说在10月20号之前啊，我可以兑付给投资人本金40%，那另外的48%呢转为工商银行的理财产品啊，还有剩下的2%呢作为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1年以后兑付啊，也就是说，今年10月20号只能先兑付本金50%，剩下的50%呢要1年以后兑付。而且这个协议呢，就达成了这个兑付方案呢啊，不能让投资人自己带回去啊，而要留在这个工商银行这边啊。这是3个比较蹊跷的事儿。那从对这个产品的一系列的这些公开的信息，我们来分析来看哈。那这个产品呢，明显是就是这25只产品，它明显是发生了就投向了底层资产发生了风险，而且很有可能呢，这个底层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向了单一资产，就是投向了一个单一主体啊，比如说某一个城投啊，或者某一个房地产公司啊，就是高风险的这个主体，它发行的债券，而且持仓呢非常重，那整个这个产品呢就被这个单一主体的这种债券给拖累了
啊，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就是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做的一个分析。那第二个呢，就是工商银行作为一个代销方，按理说呢，它不应该主动承担刚兑的责任啊，它为什么主动提出一个紧急兑付责任呢？那很有可能是整个一个是资金方是来自于工商银行，就是工商银行的这个理财客户，对吧？那个资产方呢，也是来自于工商银行啊，就是工商银行既是资产端的提供者啊，也是资金端的提供者。那鹏华资产呢，作为管理人，可能只是一个通道啊，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这种其实假集合信托，只是一个通道的一个东西。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基金啊，就是这个鹏华基金40亿资管产品违约的一个事情，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分析啊。这个产品刚才跟大家讲了，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它有对某一个单一的这个资产的持仓过重啊，很有可能是一个高风险主体的发行的一个债券啊，它的持仓太重了，可能占了它总的这个资管产品份额的20-30%啊，或者是怎么比较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产品呢发生单一的这个主体发生风险以后，直接就把整个产品给拖累了。好，接着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中国的整个这个理财市场啊。中国其实居民啊，除了有60多万亿的银行存款以外，还有大量的资产啊，分布在这些银行理财啊、券商啊、基金啊、信托、保险、公募、私募等这些资管产品里面啊。你也可以把这些资管产品称为影子银行啊，因为它很大一部分就是影子银行。那这些资管产品的总的金额呢，大概超过了100多万亿。那大家可以看一个图。那这个图呢，就是对这些这个各种资管产品的这个头像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银行理财占的是最多的22.2万亿啊，第二大类呢就是21.9万亿的信托公司发行的产品，第三大呢就是这个券商资管啊，第四大呢就是这个基金专户啊，然后还有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啊，总共加起来100多万亿。那看到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时恒大的那个事件出来以后啊，说恒大呢有息负债有8300多亿，那其中银行的这个贷款呢只有2300多亿，剩下呢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其实是影子银行产品，包括信托啊、资管计划这些产品，然后剩下还有2000多亿的这个债券啊，就是这个公司债券。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这个影子银行是非常庞大的啊，除了这个银行体内的信贷这个表内的这些资产，还有大量的游离在表外的这些资产。好，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做的2张图，看这个图呢，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近些年这个风险事件层出不穷，暴雷事件呢一浪接着一浪而且呢，明显是由这个外围向内核在逐渐演进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企业的信用分层。那关于企业的信用分层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我总结了一句话呢，叫越靠近圈内企业信用等级越高越容易拿到银行信贷越往圈外呢信用等级越低也越不容易拿到钱风险也越大。大家可以看这个第一层呢是这个国资委的直属央企这些企业呢不太容易发生这个违约事件，对吧？它的这个资源大，银行信贷支持足实力强这个信用层级高。然后第二层呢是这个地方国有重点国资企业，还有一些城投公司这些呢都是。第三层呢就是这个各个行业的龙头的民营企业。那第四层呢是地级市属的国资企业和一些普通的民营上市公司第五层呢就是这个非上市的这个民营企业但我这样呢是一个粗略的分类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分层的概念不同的主体呢它信用等级不同，然后这个市场对它的信任度也不同，包括它的这种刚性兑付的能力也不同，这是对企业的信用分层。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对产品的信用分层大家也看一下。这个我也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越靠近圈内呢，产品信用等级越高，风险越小越靠这个圈外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这个信用等级越低风险也越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风险等级由内到外它是一个扩散的一个效应。那最安全的产品呢就在最里面这一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债也是俗称无风险收益率一般是中央银行的信用，现在10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呢在3.2左右。那第二个圈层呢就是银行存款它呢是商业银行的隐信用还有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债券还有国家开发银行的债券就收益率4%左右这个水平。那第三个圈层呢
啊，它是交易所公开发行的那些债券啊，比如那些 AAA 级的债券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公募债券啊，5%、6%。第4圈层呢，就是一些非标的债权，比如说是信托啊，8%左右、7%左右的信托啊、资管计划啊这些。那第5圈层呢，就是风险更大的这个圈层啊，这个就是像股权其实股票还不能严格的这个放在这里面啊，主要是股权一类的这些投资产品啊，就是越往外围风险越大，当然收益也越高啊。是这么一个圈层的概念啊，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不同的产品的这种信用等级和风险大小以及收益率的这个大小。那之所以近些年不断的出现这个信用暴雷的事件，从这个2018年的比如说 P2P 的暴雷开始一直到近些年的信托，包括这个四川信托安信信托信托产品的暴雷一直到现在的这种低风险中低风险收益的4%这种收益率的产品都开始出现暴雷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这个弱资质、低资质的资产、圈外的资产最这个信用等级最低的资产开始暴雷，一步一步呢向内部、向内核开始演进这个风险呢，而且是有传染效应的随着外围产品的逐渐的暴雷，它势必呢会影响到圈内的内核资产的一些的这个风险信用情况。所以这些年这个产品的暴雷呢就整个这个演进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整个08年以后整个这个靠着放水、央行放水和债务驱动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堆积了大量的债务，而且这种债务的这种风险因为有了分层等级不同根据它的这个信用等级的不同，它的风险也不同。那往往呢是最弱的先倒下最差的呢先暴雷。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逐年各种各样的暴雷在发生先由信用等级最差的产品 P2P 开始暴雷一直往圈内走一直到信托产品资管产品的暴雷，乃至到有可能银行产品将来的这种暴雷的可能性。那最后呢，我想用一段话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段话呢是当时诺亚有一款产品暴雷以后，这个诺亚的总裁汪劲波写给他们内部的一封信他这里面信说到，他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经济走到了周期的尽头，当经济下行、抵押品衰竭、资本品价格不再上涨的时候，暴雷的会越来越多，系统性风险也越来越大。那作为他说宏观市场呢当前属于信用周期的末端这个可能是金融从业者无法反抗的宿命。那其实呢，凡事皆有因果这是因为前面种下的因激进的杠杆的债务扩张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所以暴雷呢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习惯就好。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